最近，美国混乱的消息已经传得人尽皆知，美国政府面临停摆倒计时的事儿也已经被媒体全部曝光。在所有人都在看美国下一步要如何走的时候，美国却来了一出最后的疯狂。据媒体报道，日前美国商务部摆下鸿门宴，邀请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半导体芯片大厂参与美国举办的半导体峰会。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会上直言，现在必须要请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这些半导体公司为美国提供更多的芯片供应链信息，因为美国政府现在需要非常多的芯片信息，才能够确定缺芯危机的主要原因，并对其进行处理。芯片供应链作为每一家芯片大厂的核心机密之一，美国如此大大辣辣地要求芯片大厂提供机密信息，为的什么？想必大家也都清楚，为了把我国排出世界半导体领域。不过，这对于芯片大厂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利益，甚至还很可能会因为美国的各种混乱损失非常大的利益。例如，被美国把自家的机密泄露给对手，影响自己的竞争力，而且从中国市场退出去容易，但再想进来那就难了，所以芯片大厂自然不愿意了。结果说这是鸿门宴，还真是没说错。在大厂们委婉提出意见之后，雷蒙多直接表示，美国有很多方法能够让从业者交出数据，如果你们想走到这一步的话，听听这话，很明显是在威胁，不从就要挨美国收拾。甚至美国还直接下了最后通牒，必须在45天之内交出核心机密。不得不说，美国再次出了个昏招，毕竟这除了可以针对我国外给美国捞一点利益外，又没有很大什么好处，甚至以美国现在的社会混乱环境，利益会到谁手上还真不好说。所以美国图什么？难道是陷入了最后的疯狂？不然这不是在得罪人？那么三星、台积电能撑住吗？其实现在全球都在缺芯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一手制造的。如今美国自己都无暇他顾，还搞这么一出，不是准备握住芯片威胁我国必须帮助美国，就是准备拉全球各国一起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相比第二个，其实目前来看，第一个应该更有可能，除非美国好日子过腻味了，想要重启世界大战。不过就目前来看，要么美国在45天之内直接崩溃，要么台积电、三星等大厂拒绝美国，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陷入被动局面。而且按照韩媒的说法，目前韩国正在寻找帮助三星脱困的方法，如果这能够成型，那这一难可能很快就过去，如果不行，这事儿就真的麻烦了。最后，这次我国必须提起12万分的警惕，防止美国真的搞出最后的疯狂。这件事情最开始是在9月27号，当时印度空军 IAF 在极具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召开航展，有印度媒体人员尤尼斯·达尔将现场视频放在了社交网络上进行展示。而这个航展真正火起来，却是在9月30号前后。当时有好事者将这段视频转载到我国社交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围观。毕竟作为一个坠机大户折腾出来的航展，哪怕出于猎奇心理，也会去看两眼。不过很快就有网友注意到，印度空军折腾这次航展安排的时间恰好比我国珠海航展早一点，这个时间点上就有些微妙。联系上中印目前的关系，未尝没有对着干的意思。而且有网友也注意到，印度空军从始至终都没有展示过任何一架自己研发的战机，全都是一些外来引入的装备。笔者去印度相关媒体搜索了一番，发现印媒欧亚时报报道过相关事件。据该媒体声称，在27号当天的航展上，参加飞行展示的是来自俄罗斯的苏30 MKI、米格21B4，来自美国的支努干直升机。此外，被印度视作印度制造之光的几款军机，比如光辉 LCA 和北极星直升机，都没有出现在印度航展上。换句话说，印度人想和我国对着干，也要搞航展，结果航展上却没有一架是印度自己的。而被印度媒体吹成一代神机的阵风战机却被发现没有登场。很有意思的是，印媒自己对此的解释是，阵风战机没有参加航展，是怕这种先进的战机出现在克什米尔地区会引发多边局势的紧张，而且数量有限，不便展示。这个解释就有些自欺欺人了。目前来说，印度空军已经服役了26架阵风战机，说数量不够不便展示，明显就是假话。而且航展地区已经摆在了克什米尔，光是选址就足够敏感，飞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有分析怀疑，印度不飞阵风大概率是心痛钱，因为阵风的后勤维护工作，印度空军吸取了教训，没有交给印度空军最大敌人印度斯坦航空，而是全权交给法国的。飞一次可都是钱，而至于光辉 LCA 和北极星直升机不出现，大概率是印度又想向外界秀肌肉，又担心现场来了坠机事故，怕被打脸，只能飞点外来的飞机。不同于各国致力于发展本国国防，美国的国防战略遍布世界各地。尽管在近些年美国有所收缩，但是其在全球的军队部署规模仍然十分庞大。而这一部署战略，除了有为美国霸权服务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在战时确保美国本土绝对安全。几年前的萨德导弹事件就是例子之一。从技术角度来看，美国在别国部署类似萨德这样的反导系统，并不是为了保护被部署国的安危，而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美国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在全世界各地部署防空导弹，就能够提前对发射而来的导弹进行预警，从而保证美国本土的绝对安全。可以说，在这样的部署之下，美国本土相比别国而言更安全。同时，碍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敢对美国本土下手。但即便是这样，日前美国还是发出了美国本土处于危险之中的感叹。这又是为什么呢？据报道介绍称，美国海军大西洋方向的水面指挥官伦丹·麦克莱恩少将表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推进了一系列的军事能力，也正是这一能力使得美国处于危险之中。其中主要指的是来自俄罗斯的水下核潜艇威胁。提起俄罗斯的核潜艇，谁都不得不对其竖起一根大拇指。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俄罗斯的核潜艇确实有毁天灭地的效果，那么攻击美国本土航母战斗群就更不在话下。因此，美国海军正在东海岸进行一项大动作，组织东海岸的驱逐舰部队，应对来自水下的威胁。从表面上看，这是美国出自国防自卫的一项措施，但是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古怪之处。核潜艇作为三位一体核威慑中的关键一环，任何一个国家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轻易使用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核潜艇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战略威慑的需要，而美军却做出了实际的举动来应对这一威慑。这似乎说明美国是在为最后的摊牌做准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警告似乎更加验证了这一猜测，即表示美国早就已经锁定了头号目标，一旦美国决心发动战争，其首要攻击对象就是俄罗斯。总的来说，认为美俄之间会因为核武器存量相当而免于开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美国现在正在为战争做准备，一旦美国走投无路，其借着攻击俄罗斯以搞乱世界局势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9月29号，当很多人还在关心珠海航展之际，有俄媒俄塔社向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询问关于印军偷偷在中印边境部署3支先进炮兵团一事。直到此时，我国很多人才注意到，在中印边境，印度再一次想要挑起紧张局势。在当天，有相关人士挖出了具体情况。在9月28号，印度时报十分高调的吹嘘，为了保证印度对中方的强大军事压力，印军已经秘密调集了3支全部列装 M777 榴弹炮的炮兵团，部署在中印边境拉达克一线、高原前线地区，因为环境限制，只能通过印度列装的美制支奴干直升机进行调运。而在此之前，印度在该地区的远程火力都是一些老旧的105毫米野战炮和博福斯火炮等等。可能很多人不清楚，这里的 M777 榴弹炮最早是英国研制的一种超轻型榴弹炮，也是全球第一种在材料上大规模使用钛合金和铝合金材料的牵引火炮系统。这种炮专用于野战使用，重量远低于常规的155毫米榴弹炮，因为方便转移的特性，在美国陆军中广泛使用。而这次印度军队在前线部署的3支 M777 炮兵团，装备就全部来自于美军。有观察人士指出，印度长期以来都喜欢在边境对他国使用偷袭战术，而将这3支炮兵团部署在中印前线，就是有着类似的打算。不过，这个方法对待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或者尼泊尔可能会有特效，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却产生不了丝毫威胁。M777 确实很轻，可以方便直升机直接调运，但它不是自行火炮，是有一个拆装的过程的，没法做到快打快撤。美国人喜欢用，那是因为治安战，对手没那么快的反击能力。印度把这个特效放在我国身上，就大错特错了。想偷袭，但我国也从未放松对中印边境的警惕。我国前线早就部署了炮兵雷达，印度只要敢开火，可能2分钟都不到，还击火力就可以直接覆盖。
别说火炮了，包括用来转移的直升机，一个都别想跑。当然，印度此举对我国来说的确没有威胁，但是背后影射的问题却需要我国高度警惕，也是未来必须解决的。有分析认为，印度当前的社会问题不断爆发，印度各邦矛盾不断升级，甚至出现了各邦私募警戒部队在边境发生流血冲突的情况。再加上数十万的农民在各地巡回游行闹事，新德里急需一个能够凝聚这盘散沙的外来压力，于是就不得不选择炒作、挑拨印度国民对华情绪，制造一个敌人。也就是说，这颗地雷莫迪政府已经埋下，何时会爆炸还不知道，但终归我国是需要面对的。就过往数千年的时间来看，印度半岛长期保持安静，不会威胁中原王朝，本质是因为这块地区存在了无数个小王国。也许我国未来解决这颗地雷的方式，也可以是让印度半岛再次遍地开花。